帖是在临什么？临帖是每一个学书者不可缺的功课。首先要弄明白临帖是在临什么。临帖就是学规矩，在临帖中你要弄点轻重、虚实、浓淡、正气出来，否则就没有从理上去处理它，让人一看就不合规矩。因此外形的东西从理，也就是说字的外形、结构、笔画的位置等从理，从字理及中国汉字的字理反映的是规则和法度，而笔则从书反映的是趣和味，这是两个原则。外部形态的东西是一目了然的，合不合规矩一看便知。用笔则是书法本体的东西，粗细、放收、快慢、墨的浓淡，零基础书法入门，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，连结在描述栏，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，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，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。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。理法和原则。你目前临习的目的是什么？知道临帖要临什么后，接下来就是如何去临。临习就是解决如何临的问题。因个人喜好不同，对所临帖的选择不同，但是无论哪种帖子拿来后，你不管如何取舍，临习时要针对你所取的东西形成一种科学的临习模式，要有目的性，用研究分析的方法去反复实验，继承与巩固。临习隶书时，笔画不能单一化、简单化，不能单薄干枯，要立体圆润生动，这就要求你找出同一笔画无数种不同写法，加以对比模仿融合提炼，在对比中找出共性与个性，找出同一笔画的不同形态与表现手法。创作时把背上的字形拿过来，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现，也就是用古人的字形，但不一定用他的手法。创作中手法决定风格，手法变了，风格也就变了，而手法是非常多的。我们现在示范的只是一般的，不同的碑其手法不一样。张骞、鲜于黄象类是一种，李启碑是一种，而曹全碑又是一种。你如果能把这些碑的手法都掌握，创作时把它们用于同一张作品中，那就是你的功力，也就是在用脑子写字，而不是用手。另一方面，要知道你想学什么。比如说学草书的，应该先学行书，通过行书练技法、实转、提按、收放、笔画之间呼应、上下字的连带关系等等。练好之后，草书就只是草法问题了。要过单字关，不能只抄帖。行书的技法是上一笔是下一笔的起笔，下一笔是上一笔的收笔。行书在笔画已经把楷书一笔一画的概念破坏了，可能是3个或5个笔画变成了一个笔画，每一个笔画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，相互呼应。因此写字不在于多，而在于对；不在于法，而在于理。你写的行书里不对，法上才出了问题。临帖者往往追求数量，对了一个帖，不停地重复临摹，而不去动脑筋想，形成抄帖，这样很难进步。每一个字要熟练，先向乡里写，再往熟练写，再背临，要学会过单字关，不能只抄帖。你现在要换一种方式，一个字写6、7遍即可，照着写2遍，一定要往乡里写，然后找感觉，比如背着写，看能否记住，再进行用笔的动作训练，从速度、虚实、比例等方面提炼着去写，有针对性、有目的的去训练，把每一个字都写透它，也就是从生到熟到背到各种转换，不断提炼，最后放开去写。以不变应万变。核心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，字再怎么写，关键的部位要控制住，关键部位之外的夸张你不用管它，
要靠中间部分来决定中国方块字，任何一个都是这样。凡是夸张的笔画都不是受控制的、不规矩的和不受限制的。古人字形的变化是哪儿来的？实际上是允许夸张的笔画夸张程度的不同，引领了风格的不同。同样是在方块中，不同的碑、不同的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，就是形式美感。其共性部分基本的结构是死的，而只有细微地方的变化，这是一个原则。方块内的不动，而决定字的风格的，就是那些可以细微变化的地方夸张的不同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。有的字为什么老写不好？就是内在的笔画没有写好，内在的部位可以粗细不一样，大小不一样，但都必须载匀它。也可以夸大或缩小比例，但必须写匀。要求趣味和变化，必须先有这个理，掌握了这个理再去变化。临帖方法要变，观察的方法要变，思路要变，训练的模式也要变。活学活用，意临不可或缺。你的临帖中不可缺少一个意临的过程，照着写，背着写，要往像和熟里写，然后再照着写时往不像里写，虽然不像，但怎么看还都像，然后再怎么看还是不像，在似与不似之间。因此一定要弄懂原理，直接照搬古人没用。你只是古人的手，你要的是古人的脑子，要站在古人的基础上去，把古人的原则借鉴过来。原则、方法、标准、规律、基本技法等借鉴过来以后，你要思索、研究、试验，这样用在创作上才行。切忌模式化，注意字的自然状态。另外，隶书本来修饰美感就强，没有必要再去增强这种形式美感，不然就会把字工艺化、模式化。隶书的高级程度应是把形式美感弱化，而不是强化这种形式美感，要完全变成一种自然的书写状态，增加用笔在纸上的平缓，在平缓的同时增加弹性。在谈到清人的隶书时，清人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碑的刻字变成了墨迹，把刻出来的字变成写出来的字。书写性本身就是一种还原途径，但真正的法则还要从汉碑中来，也就是最终的原则把握，还是要学古。碑音与碑扬，趣味与法度的互补。汉碑分碑扬与碑音，其背景知识对我们读帖和临帖有很大帮助。帖上的东西你要会看，碑扬是正文，是给别人看的；碑音则是说明古代人刻碑永远都是正面规范、严谨，而背面随意，没那么多限制。对外的碑扬是规矩的，到阴面时就不讲究。碑扬的正文讲究，刻工刻的也讲究；到了碑音，写的不讲究，他刻的也不讲究，写的随意，刻的也随意。这种讲究与随意，也反映的是一种刀法。因此，要把碑扬的东西方当成规范、法度，把碑音的奇趣当成变化的手法。研究学习碑扬时，是为了取法学成规矩，其笔法的严谨、讲究、细腻，起笔、行笔、收笔等规范度都是碑的极致。而学趣味，一般学碑音，前编法度严，趣味差，死板；后编法度差，趣味妙，两者正好互补。碑扬的规则法度虽然死板，但它也告诉你一种变化意识。这种意识虽然不如碑音显得活泼轻灵，却可用碑音的起收笔的状态去改变碑扬里的那种状态，用后面意的东西去画前面法的死板。而一味的夸张，一味的加粗，其实不是变化，只是让人看到我们思路上的一种混乱与模糊。当你理解了这些，就会在临帖时学到碑扬的严谨法度，
规范技法，又会学到杯宗的率性个性，艺术趣味，两者结合使作品庄重而不呆板，轻灵而不轻浮。临帖就是在继承，你如果能消化的去临，有目的、有思想的去临，临完了，那就是古人的第二次创作。通过学习，从而获得一种原则，要把字写活，写出一种生命状态，是一种活的东西，喘气的东西。如是，只要把这种笔势写出来了，怎么写都是米芾。为什么？就是他用笔和习惯，用笔的手法、曲直的控制，还有这种笔势，整个和米芾是一致的。我们在学习真正关注的不是技法，而是关注它的理念、理法和原则。我们临帖不是拿起笔就抄，甚至于还哼着小曲，这样你能写好吗？我们所有人写字上的差距是怎么产生的？那就是写得特别好的人，他绝对是研究他的专家，不断的进行研究、分析、试验、归纳、再试验、再总结，是在通过字形结构，包括笔势、字势等的研究，去获得一个原则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帖，而不像有些人所谓的临帖，只是抄一遍内容，其他的要素与帖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所以你们现在临帖的点不对，有时候学书者感觉写得像的时，老师不一定说好；写得不像的时候，老师不一定说不好。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好坏关键不在于像与不像，而在于合不合理。如何表现出书法特有的神采？临帖不是要你临得多像，而是取其外在的态势与内在的品格。技法告诉你的不仅是运动状态，而且是一种生命状态。对于书法，明眼人特别注重视，也就是运动状态的把握。民间写字一般都是看字形结构，而从专业上讲，则不是关注其字形结构，而主要是关注字势与笔势。是，主要是说一种进或架势，一定是一种运动状态。人有某种进或架势，它反映了人的某种心态；字有某种进或架势，则反映了这个字的神采。表象反映出一种运动状态，却告诉你一个内心的东西，同时也就给某一笔画或某一个字赋予了一种品格。米芾就是善于营造一种显示，每一个笔画都动起来，还较着劲，特别有味道。因此，要通过这种字势和笔势的关注，去把握字的运动状态和生命状态，表现出特有的神采。